建这个塔就是为了纪念在日俄战争里面死去的那些日本的士兵啊，强迫中国2万人对来建这个塔。北洋海事就在这儿啊！哦，北洋海事就在旅顺。哇，这整个港口什么？哦，部委嘛，还真是哎。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龙，我现在是在辽宁的大连的。上一期视频有跟大家提到啊，我是在这边订了一辆房车，但是临牌还没有下来，估计明天我就可以提车了，然后就可以把车开回到北京跟萌萌会面，然后再把车开回到惠州过一个春节的。所以今天我就可以利用这个空闲的时间，好好的逛一下大连这座城市。我还约了一个大连的朋友，跟他一起去挖掘一下，看看大连有哪些有意思的地方。然后今天呢，我还换了个酒店的，大家猜猜这个酒店多少钱？就在星海广场旁边，一个晚上才90块，这里有超过50平吧。在这么中心的一个地方，居然房价这么便宜，而且你看那个阳光都透进房间里面来了，特别好。旅顺啊，旅顺离这远吗？不远，没有事儿。这是真正的大连的起点。大连起点。对，就是说大连就从那儿开始的。好，那我跟着你们去看看。这不俄国人在这儿建吗？俄国人先在这儿建，然后日本人就打起来了，跟俄国在这儿打起来，就在旅顺打。完了，然后日本就死了很多人。哦。第一次这个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其实俄罗斯刚开始修的这个大连市内，但是修了没几年，他们就打起来了。哦。打起后来日本人接着建。接着建以后就建到今天这个样。他们学校是那个1906年建校的，就小学。哦，那很长历史嘞。我家小孩他这个学校啊，最先开始就是日本人学校。哦。所以说他之前哈，就是经常一到这个。就每年都有这个80、90岁的日本老太太回来，老头老太太回来。为什么要回来？他是在这小学毕业的嘛。哦，这样子啊，对，他就有点类似像咱们一样，咱们年龄大了，可能也会找到这个小时候去过、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对，但是这批人应该都没了。现在这个楼什么还是100多年前建的。就是他这个学校其实很有历史感，很有历史感啊。现在我们走的是跨海大桥了。对，跨海大桥。以前就是这个上面每一个上面不有一个那个像那个钉子似的吗？啊，是什么呀？每一个上面都站一个那个海鸥。特别搞笑。这上面也站都是。坐车那地方叫20里。定制房车那地方。哎，对，叫20里。食物库是干嘛的呀？就是仓库啊。对，它是在码头的仓库。我当时是整个亚洲最先进的那个库房。不一定是全对哈。我猜大连的工业发达主要是跟战争有关。对，为什么炼钢发达？大炮得用啊。为什么化工发达？大连的化工特别发达，为什么？那就造那个炸药啊。哦，对吧？肯定是跟战争相关了。对，所以说它的工业特别发达。为什么它的那个仓库的这个自动化程度为什么那么高？因为它全是人的话，它也受不了，就进旅顺了，过山洞就进旅顺。我看他刚刚写了个北洋重镇呢。北洋海事就在这儿啊！哦，北洋海事就在旅顺。哦，就在旅顺。对，北洋海事。咱们马上就过那个4810厂，4810厂这面叫那个辽南造船厂。大连造船业还是比较厉害，有大船嘛，大连造船厂，大连造船新厂，反正重工业都比较厉害。对呀，那军舰，军舰什么航母的不都在这儿造？对呀。我这看上面的标牌写的全是跟战争相关的呀，什么战争博物馆啊，军事重地啊。对，这个地方和烟台北海，只要这3个地方卡住了，渤海就能守住啊。只要渤海守不住，它下面就是那个万中墓。哦，就是把日本人的那个战死的骨灰啊，士兵的骨灰就放在那儿了。它都是在这个白玉山风景区。还有日俄监狱呢。对，日俄监狱，就这个地方历史比较多，叫近代史。对，近代史比较多。这是以前的大炮啊。对呀，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这是蒂森克虏伯的。以前是在下面放着了，这是现在把它给拿到山上摆起来了。这是100多年前蒂森克虏伯，就德国蒂森克虏伯建的。81年清军从德国买的这个老铁山背炮，然后被搬到这儿的。它是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白玉山塔是这座山叫白玉山。对，白玉山。然后这个塔现在叫白玉塔。原来叫表中塔。表中塔，大家看这个塔的形状像什么？像一根蜡烛。它是日本人建的，就它所有的材料，包括塔里面的那个钢材，都是从美国还有日本运过来。
建这个塔就是为了纪念在日俄战争里面死去的那些日本的士兵。这山上还有点雪呢，冰渣。大连今年雪特别轻，远远看感觉蛮小的，这近看好大呀！啊，强迫中国2万人来建这个塔，表中国人民的血汗。这座塔叫乃木希典，对，叫乃木希典。日本真是举全国之力打这场仗。天哪！这个旅顺这个城市感觉历史好厚重啊！哎，特别厚重。啊、100多年来一点都没变化呀。100多年前怎么样？现在就是。哦，只是名字改变了。对，只是名字。这些砖全是100多年前的。这景色真不错哎。真正的美景在你后边。哦，在后边，来，继续看一下。哇，这整个港口，旅顺港口，看着没？那是什么？哦，虎尾吗？还真是哎，老虎尾。对，它是这样的，这不是军舰吗？看那军舰，这不是那个造船厂吗？对，当时北洋海事打仗的时候，其实船都藏在这里了。哦，都藏在这里。其实它外面根本打不过来。这个地方是易守难攻，你看着，就这么一个小口。对，是上面山上面架的全是炮。全是炮。然后这个地方不就像老虎尾是吗？叫老虎尾吧。这地方相当容易守。那个什么军港，那是造船厂。所谓造船厂就是修船厂。看到没？哇，那旁边你看那油罐们，那都是那什么？船用油。加油一加都加1天。今天来到白玉山，看了这白玉塔，就知道中国近代史有多么的不容易了。他们日军呢，就是为了纪念那些战死的日本人，才在这里建这个白玉塔的，抓了2万多的劳工在这里建，看到中国近代史的缩影。还有底下还建了这个军港，还有战舰都在里边。各位，我现在是回到了酒店了。那今天很感谢严哥，就是他带我去了旅顺半日游。他认为大连最漂亮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白玉塔山上所看到的风景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旅顺呢，也是大连开始的一个地方啊，因为旅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战略的据点，它已经有超过2000多年的历史了。而大连呢，它建市也才100多年，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俄国入侵来到这一边，然后才开始建造这座大连这座城市的。然后我们去到旅顺呢，第一个看的就是那个白玉塔。虽然这个塔呢，它是纪念这个在日俄战争当中死去的日本士兵，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历史意义在的，就是它会时刻的提醒我们，中国曾经有这一段屈辱的被殖民的历史。然后呢，它提醒我们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的珍惜。虽然这次是我第2次来大连了，但是这背后厚重的一些历史也是今天才了解得到，才发现旅顺是一个历史积淀更加深厚的地方，而大连呢，它是一个新兴的现代化发展更加繁荣的地方。这2个城市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啊，一边是历史和战争的故事，一边是现代化的进程。所以大家如果来到了大连，千万不要错过旅顺了。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明天我就要去提车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